我们喜欢喝咖啡的朋友经常会想我们在咖啡里加什么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利。我们有朋友问这个防弹咖啡是不是很健康？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防弹咖啡呢，就是在咖啡里面加椰子油。那么我们在咖啡里面是应该加椰子油还是加橄榄油你有没有想过它们哪个更健康或者说呢，你还会不会再加一点蜂蜜？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解析一下这个问题。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椰子油和橄榄油，它们是怎么样改变咖啡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的？它们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和问题？那么哪个对您更好？椰子油它富含一种叫做中链甘油三酯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谈过这个中链甘油三酯跟我们的肠道益生菌很有关系那么我们以后专门去讲它。那么这个中链的甘油三酯，它能够在肝脏呢迅速转化成酮体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大家可能听说过生酮饮食，生酮饮食那就是通过把脂肪转化成酮体来为身体提供能量作为一个葡萄糖的一个替代品。这个对于吃低碳水或者生酮饮食的人来讲呢，它比较有益，因为它给身体提供燃料，但不会升高血糖。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椰子油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摄入过多呢可能会提高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增加呢炎症的风险。因此呢，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如果你已经血脂很高或者身体中的炎症比较厉害，那么椰子油呢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那么什么油更好一点呢？从抗炎的角度来讲呢，更好一点的油呢是橄榄油。这个橄榄油一定要是那个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它呢富含油酸和多酚能够有效的降低炎症，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它的里面的有些成分有些像我们吃的这个布洛芬一样，它在体内呢它发挥一个抗炎的作用。研究表明经常食用橄榄油的人患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炎症的风险更低。所以把橄榄油加入咖啡甚至可以增强咖啡本身的抗氧化作用。当然了，这个橄榄油的味道呢不如这个椰子油的味道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大家可以呢半茶匙和一茶匙开始尝试，看看适合不适合你的口味最近呢，我是自己呢这两种油呢我都在搭配着用，可能最终呢我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呢可能选择加不同的油。总体来讲呢，我如果想增加能量，我可能会选椰子油；如果是为了抗炎、保护心血管的话，我可能会用橄榄油。那么如果我们想在这个咖啡里增加一点甜味呢，我们可不可以加一点蜂蜜这个蜂蜜呢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呢还是对我们的血糖呢有坏处？首先蜂蜜呢加在咖啡里面是可以给你快速补充能量的，因为呢它毕竟是含有葡萄糖和果糖，它能够迅速的提供能量。它的升糖指数比白糖要低一些，因此呢它的血糖上升会缓慢一些这也就是有人说这个蜂蜜呢比糖好的原因。但是别忘了，这个蜂蜜本质上它还是糖，接近一半的葡萄糖，一半的果糖。果糖呢，它是要在肝脏代谢的，所以呢，它不直接转化成血糖。因此呢，吃蜂蜜就会比直接加糖不会导致血糖的快速飙升是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呢，你吃大量的蜂蜜的话，它还是有很多葡萄糖在里面，也会增加我们胰岛素抵抗的风险那有人说了，这个蜂蜜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没错但是呢，因为它糖分大嘛，你不会在咖啡里面加太多的蜂蜜，那么小量的营养成分呢也是微乎其微的，只是觉得我加一点蜂蜜的话可能会对我的肠道有帮助。那么我也喜欢蜂蜜的这种天然的香味。蜂蜜的伪造品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蜂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些天然的
没有经过基因改造的、没有添加剂的这样的蜂蜜产品。我个人呢是喜欢加小半匙蜂蜜在我的这个咖啡里面，给它增加一些甜味儿，同时呢快速的补充一些能量如果说你有糖尿病了你已经有这个糖尿病前期，或者是对胰岛素敏感的话，那么你就想有点甜味又不想升血糖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像甜菊糖、罗汉果糖和赤藓糖醇作为替代品这几样替代品呢，相对来说呢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归根结底，你到底会怎么做？如果你想减少炎症，保持长期的健康，选择橄榄油；如果你想快速补充能量，又适合你的生酮饮食的习惯，你就选择椰子油；如果你想要甜味儿又不想升血糖你就选择甜菊糖或者罗汉果糖作为甜味剂如果你想保持血糖的稳定，你就要注意，即便你加蜂蜜呢，也别加太多。我们有些朋友喜欢在咖啡里面加牛奶，也有的朋友喜欢在咖啡里面加 half and half， 一半的奶油，一半的牛奶，这样一个组合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在以后的视频继续给大家探讨。所以请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喝咖啡的，你在咖啡里加什么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请大家跟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订阅。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